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佐藤典弘医生所著的《专业医生教你远离癌症的50个生活习惯》这本书。作者结合了大量研究成果，介绍了关于癌症的最新科学知识，并整理出许多容易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的防癌方法。虽然书名以防癌为重点，但其中的内容同样有助于预防其他生活习惯病，让您能够更健康地度过每一天。今天的视频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每周摄取105克十字花科蔬菜，癌症死亡风险可降低16%。第二，即使在减肥期间，也不要完全不吃碳水化合物。第三，晚餐后2小时内入睡会增加乳腺癌、前列腺癌和大肠癌的风险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每周摄取105克十字花科蔬菜，癌症死亡风险可降低16%。一般来说，我们都知道多吃蔬菜有助于预防癌症，但并不是所有蔬菜在防癌方面的效果都一样。在众多蔬菜家族中，有一类蔬菜被医学界反复研究，证据最为充足，那就是十字花科蔬菜，又称油菜科蔬菜。这类蔬菜的成员包括西兰花、卷心菜、花椰菜、白萝卜、小松菜、白菜、芥菜、芝麻菜、青梗菜等。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味道略带辛辣或苦味，切开或咀嚼时会散发出独特的气味。这种气味其实正是防癌关键的信号，它源自于植物体内的一种天然防御机制。植物在自然环境中无法逃跑，也无法抵御昆虫、细菌或紫外线的伤害，于是它们进化出一种化学武器来保护自己，被称为植物化学成分。在十字花科蔬菜中，这类化学成分最著名的代表就是萝卜硫素。这种物质具有强力的抗氧化作用与抗炎作用，可以帮助人体清除体内的自由基，降低慢性发炎，从而抑制癌细胞的形成、增殖与转移。科学研究发现，萝卜硫素还能激活体内的解毒酶系统，让肝脏更有效地代谢和排出致癌物质。换句话说，它不仅杀敌，还帮身体清场。日本与美国的研究都指出了显著的防癌效果。例如，2019年发表的一项针对日本人群的大规模研究指出，十字花科蔬菜摄入量较高的人群，其因癌症导致的死亡风险降低了16%。这意味着，只要在日常饮食中持续摄取，就有可能显著延长健康寿命。另一项由美国纽约州罗兹威尔帕克癌症研究中心进行的调查，2021年发表，也得出了类似结论。研究团队追踪了183名膀胱癌患者与732名健康者，结果发现，那些每周摄取105克以上的十字花科蔬菜的人，与每周摄取量少于35克的人相比，膀胱癌风险降低了约40%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熟食的十字花科蔬菜也表现出一定的防癌效果，但研究发现，生吃时的效果最为显著，因为高温加热会破坏部分萝卜硫素的前体物质，从而降低其活性。十字花科蔬菜的防癌功效虽强，但很多人常常只在火锅、炒菜中偶尔吃一点。要真正发挥作用，建议每周摄取至少105克以上，也就是大约每天15克左右，相当于半碗西兰花或几片卷心菜。其中尤其值得推荐的是西兰花芽苗，它是西兰花的幼苗，营养浓缩，活性成分极高。研究显示，其所含的萝卜硫素前体物质高达成熟西兰花的20至50倍，口感清爽，略带腥味，可直接加入沙拉、三明治或凉拌菜中食用。如果不喜欢完全生吃，也可以采用清蒸30秒的方式，既能保持脆嫩，又能最大限度保留活性成分。饮食习惯在癌症预防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。吃什么、怎么吃、什么时候吃，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选择，却在日复一日中决定着身体的走向。当然，改变习惯并不容易，但您不需要立刻彻底改造食谱，只要从今天开始，在早餐沙拉中加一点西兰花芽苗，在晚餐中多放几片卷心菜，在火锅里
加点花椰菜或小松菜。这些微小的选择，都会在时间的积累中，成为守护您健康的一道坚实防线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即使在减肥期间，也不能完全不吃碳水化合物。近年来，低碳水化合物饮食、控糖减肥几乎成了减重的代名词。不少人为了减肥，会减少主食，比如米饭、面包、面条等的摄入量。确实，有研究表明，限制碳水化合物对于预防肥胖、改善代谢综合征、血脂异常和糖尿病等疾病是有效的。因此，也有医生推荐这种方法。甚至有人认为，在癌症的预防或治疗中，减少碳水摄入也可能有帮助。但2022年发表在《癌症科学医学》期刊上的一项研究，结果却与这种观点相反。该研究以约9万名45至74岁的日本人为对象，对他们的饮食习惯进行了调查，分析碳水化合物摄入量与癌症风险之间的关系。结果发现，在总热量中碳水化合物占比低的那一组，整体的癌症风险高出了 8%， 而在用动物性食品取代碳水化合物的那一组中，大肠癌风险上升了 11%， 肺癌风险上升了 16%。也就是说，极端减少碳水化合物，以肉类和动物脂肪为主的饮食，反而可能会提高癌症的发生风险。此外，不仅仅是癌症，摄入多少碳水化合物才能更长寿这一问题也很重要。2018年发表在权威医学期刊《柳叶刀》上的研究指出，无论碳水摄入比例太高 70% 以上，还是太低 40% 以下，死亡风险都会显著上升。死亡风险最低的是碳水占总热量 50% 至 55% 的中间群体。在针对日本人的研究中，也发现了同样的趋势，适量摄入碳水化合物的人寿命最长。碳水化合物不仅仅是糖类，它还包含膳食纤维。虽然糖分摄入要控制，但膳食纤维是维持健康不可或缺的营养素。如果为了控糖而过度减少碳水化合物，就会连膳食纤维也摄取不足。再加上减少碳水后，往往会增加动物性食品摄入，这会进一步提高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换句话说，过度的低碳饮食可能会增加癌症风险。虽然短期内可能看到体重下降的效果，但从长期来看，极端的饮食限制可能会损害健康。健康的减肥方法不仅仅是减少让人发胖的成分，更重要的是在保证营养均衡的前提下，让身体得到所需的营养。请记住，均衡才是真正的健康之道。最后是第三部分，晚餐后2小时内入睡会增加乳腺癌、前列腺癌和大肠癌的风险。在预防癌症或降低复发风险时，不仅要注意吃什么，还要注意什么时候吃。2018年发表的一项研究，以4万多名健康的法国人为对象，探讨了进餐时间与癌症风险之间的关系。结果发现，与晚上9点半前吃晚餐的人相比，晚上9点半以后才吃晚餐的人，乳腺癌的风险高出约 1.5 倍，前列腺癌的风险更是高出约 2.2 倍。同年，刊登在医学期刊《Medicine》上的一项中国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果。研究比较了166名大肠癌患者与166名健康者的生活习惯，结果显示，从晚餐到入睡间隔时间短的人，其大肠癌风险是间隔时间较长者的 2.5 倍。此外，那些晚餐后有散步习惯的人，比不散步的人大肠癌风险低了 66%。这些研究都表明，晚餐的时间以及饭后如何度过，会对乳腺癌、前列腺癌和大肠癌等疾病的风险产生显著影响。那么，为什么吃得太晚或饭后马上睡觉会提高癌症风险呢？虽然确切的机制尚未完全明确，但科学家们认为，这与昼夜节律、生理时钟密切相关。昼夜节律是人体自然的生理节奏，调控着睡眠与清醒、体温、血压、心率、激素分泌等24小时周期性的变化。如果晚餐吃得太晚，消化活动会让大脑和内脏
在夜间持续处于活跃状态，从而导致睡眠变浅、睡眠障碍，并扰乱体内的生物节律。这种紊乱会影响褪黑素等激素的分泌，而褪黑素正是与乳腺癌、前列腺癌等激素相关癌症密切相关的重要因子。此外，临睡前进食还容易引起夜间高血糖和肥胖，而肥胖又是大肠癌等多种癌症的重要风险因素。因此，可以说吃得太晚或吃完就睡，确实会提高癌症风险。为了降低风险，建议您晚餐尽量提前，与睡觉之间至少间隔3小时以上。如果可以，在天还没黑时吃晚餐，饭后散步或做些轻度运动，效果会更好。这些看似微小的生活习惯，却能在长期中显著降低癌症风险，守护您的健康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